有没有小伙伴有过这样的感觉，仿佛有人破解了你的情绪密码，精准的知道如何让你失去冷静？如果你担心这可能暗戳戳是有意为之的，那你可能是对的。按照临床心理学家南希林的说法，有些人真的有办法激怒你，他们会故意说或做一些被称为激将法的挑衅性的事情。但是不要害怕，我的小伙伴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终极工具包，教大家如何识别并制胜这些操纵者，重获掌控权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5个表明有人在对你使用激将法的迹象。激化陷阱。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，你正在和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就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进行激烈的讨论，突然有人故意的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，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质的言论，唯一的目的是在大家面前激怒你。很明显，这不仅仅是交换意见，因为他们的攻击带有很深的个人性质，他们知道这样做会伤害到你。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，他们把挑战明晃晃地摆在你面前，等着看你的反应。这个游戏是为了让你心烦意乱，进而失去控制。心理学家洛丽卡茨解释说，到了这个阶段，再想进行理性的对话是已经不可能的了，他们通常会言无不尽地来激怒你，并让你看上去像个傻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多远走多远，或者这样回答，我还是不打算参与这个了吧。推卸责任的陷阱。想象一下，你已经和你的爱人坐下来谈心，讨论如何改善你们的关系，你们都同意以开放的心态进入对话，而且你们的观点是合理的，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妥协，也没有试图纠正这种情况，反而完全责怪你，使用他们知道会激怒你的语言，而他们的话会伤害到你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常被自恋的人使用的激将法技巧。高敏感者与有毒人群的相处指南一书的作者沙希达·阿拉比解释说，即使是一个礼貌的、合理的试图让他们承担责任的尝试，他们也会把它描述为对他们权利的攻击。当小伙伴们发现这种行为时，最好的建议是闪人并退出，即使是必须找个借口离开，并将时间和精力重新集中在自我安慰的活动或与咨询师交谈。恶性霸凌陷阱。你在刷社交媒体并遇到一个有意义的讨论话题，你通常不评论，但这次你评论了，而且终于在一个志同道合的社区里分享的感觉很好。但是莫名其妙的，你收到了一个通知，一个喷子挑出了你的评论，他们谩骂你，攻击你的性格和智力，仿佛要把你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。按照反欺凌联盟的说法，激将法可以用于欺凌，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，所以很有可能，如果你回复，最终会上了他们的圈套，他们只会释放出更多伤害性的评论，寻求羞辱和传播负面情绪。这就是为什么当遇到欺凌或激化时，最好和自己信任的人谈谈，并得到自己需要的支持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，想看更多这样的内容，那就点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大家的支持对我们意义重大，这会有助于让我们制作更多你们喜欢的影片。有毒的激将法陷阱。可悲的是，激将法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，而不仅仅发生在人际关系和网络空间，它也可以发生在课堂上和工作中。事实上，激将法经常发生在工作中。麦肯锡公司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62%的受访者表示，在那一年他们在工作中遭遇了粗鲁对待。我们知道，有时候不可能避免攻击，尤其是在工作环境中。当然，如果有小伙伴受到骚扰或处于危险之中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但是其他闹心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著名的领导力教练马克·墨菲建议，可以通过在事后不给予他们强烈的反应，来使自己成为不值得激将的目标。反过来，还可以像这样回应：谢谢你分享这些，然后就此打住，让他们去寻找一个能激起他们反应的、更容易成为目标的人，并让他们从中得到满足。陷入你的愤怒陷阱。我们都遇到过那种总是想挑起争端的人，我们就姑且称他们为激将萨姆吧。每当你和你的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，激将萨姆总是会抓住搅局的机会，他们总是要挑战观点，挑剔每一个细节，在最愚蠢的事情上引发激烈的争论，在团队中制造紧张气氛。在2013年的一项名为冲突管理的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在争论中保持一个安全的环境，
是在和这类人打交道时至关重要的一点。下次，当激将萨姆不断制造戏剧化冲突时，大家就可以尝试寻找共同点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尽管你们可能无法达成一致，但这完全没关系。小伙伴们对我们说的这些有共识吗？有小伙伴被施过激将法吗？如果有什么经验对自己来说有用呢？让我们在评论区创建一个支持性的空间，在那里我们可以联合起来，对这种有毒的行为集思广益，制定应对策略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请确保没有错过我们另外一支影片《操纵者爱说的7句话》。